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啦，就在5月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有马来西亚 Auto Show 嘛，然后小蚊子呢就在那边 duty serve 顾客，我呢就坐在中间那边，就在那边剪片。然后呢就有一个安哥，我很认得他，可是我又不确定是不是他。他喊我一声说：“爱德人，你是不是导游？我有看你的 channel， 看你从导游行业转过来做自媒体，终于看到你本人了，非常的开心。”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虽然很多 sales 在旁边他都不理，他就问我 Tigo Cross 是不是要推出了啊？他说如果100千左右可以考虑，因为他当时呢想要买一辆车给他的女儿，因为女儿拿来生嘛。跟他解释了一番之后呢，他跟我下了 booking。我明明是一个介绍车而已，竟然会有人要跟我买车。但是说了这么长的故事铺垫给你们知道，要买车可以找我，尤其是这个 Tigo Cross。当然不要忘记小蚊子他也是 SA。耶，我是 Cherry S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车的小蚊子 Nico。今天 Nico 呢，除了带了一个自媒体身份之外，今天他也穿 Cherry 的衣服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他是 Cherry 的 SA 啦。所以这辆车 Tigo Cross 虽然还没有正式发布那个价钱，不过它现在的确是有2款，一个是 1.5T， 另外一个的话是1.5 HEV。所以这2款的话是可以下 booking 了吗？可以啊。那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，想要下 booking 的话呢，或者来试车都可以找小蚊子 Nico。那电话号码我也放在下面，你们可以去联络他。当然不要半夜叫他起来尿尿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来试驾这2款车，1.5 Turbo 还有1.5的 HEV 的。但是如果说外观上面来讲啊，这2款车是几乎分不出来，中网都是一样，我们只能从外观上面呢分得出就是它的这个 rim 了。如果是1.5 Turbo， 它的这个轮圈呢是18寸的。如果是 HEV 的话呢，它 rim 是17寸的。给我来说呢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个1.5 Turbo 的18寸，因为它整个轮圈呢是长得很像那个 Tesla 的，有没有？如果今天买 HEV 的话，给我一定换这个，真的超好看。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辆车的颜色。1.5T Turbo 的话，它最特别的颜色就是红色。如果说是 HEV 的话，它最特别的颜色就是 Moonlight Silver， 没有错，就是跟 J-Cool J7 的那个 Moonlight Silver 是一样的，它是 Silver， 但是它带有一点点蓝色这样子。所以全部里面呢还有另外的3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跟灰色。这1.5 Turbo 或者是 HEV 都是有的啦。它主要的设计理念就是以老虎为主。我们来看前面那边呢，这一边的话呢，就是它的爪子，哎，这一边呢，它的设计就是一个老虎张开嘴巴，然后不是有牙齿嘛，尖尖的这里，所以它有这个 crystal light 在这里。那这个它也是一个 LED 的日行灯哦。对了，但是它的 signal 是也是 LED 有序列式的，它后面呢也是有 LED 的 signal 灯的。如果在这个100千左右的价位里面啊，你很难在后面也是找到有 LED 的 signal 灯的。它后面的这个尾灯呢，非常的 detail， 这一个这样子一条一条纹呢，其实就是老虎的纹。Tigo 的意思是什么？Tigo 的意思就是 Tiger 跟 Go， 所以就是 Tigo。所以呢 ，Tigo 的系列的很多设计元素是来自于老虎。老虎叫做猛如虎，排量不过1.5 A。这辆车没有电动尾门哈，对，要自己手动这样子拉起来，但是也还好啦，也没有很重啦。但是后期也是可以改装的，这个 accessory 大把了哈。そうですか？尾箱空间有380公升，然后还有一个备胎，这个就很多人买车，马来西亚人的最基本的配备，他们最要看这个东西的。那它的椅背可以做6式倾倒啦。如果它价位在100千的左右的上下，很多人呢会联想到它的价钱是跟 Proton 的 X50啦、Honda 的 WRV 啦会联想在一起，甚至呢会比较sedan啊，sedan 方面你会比起 Toyota Vios、Honda City 还有尼桑的阿米拉。那如果说它的车身尺寸啊、长度啊，比起 Honda WRV、Proton 的 X50呢，最出色的还是 Cherry Tigo Cross 啊。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呢 ，Tigo Cross 几乎啊 X50是一样的，但是明显呢比 WRV 更长，它长了27个 cm 啦，宽度呢是比 X50稍微宽一点点的。当然高度 Tigo Cross 呢它是最高的啊，所以我觉得在不中人买车经常淹水的话，肯定这辆车是 very 的 good job 啦。
轴距呢 ，Tigo Cross 也比 WRV 长了145mm， 也比 X50长了大概30mm 左右的。底盘设置呢，前面是一个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扭力梁，在这个价位通常设定肯定是 Torsion Beam 的。1.5德布的轮胎尺寸呢是215 55R 18寸 GT Comfort 520的轮胎，前面有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。如果是 HEV 的话，它是17寸。HEV 的长相我就没有觉得很好看，我觉得很普通。反而这个1.5德布的18寸长得非常的好看，有如 Tesla 同款。后面呢，你会看到也是有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可是它的卡钳是往上夹的，让我想起了这个 Suzuki Jimny 哦。前后轮胎一样尺寸。至于内饰方面呢，如果你拿 HEV 跟1.5德布来比较的话，它首先有几样东西有一点不一样。首先就是说这个方向盘，1.5德布的话，方向盘我可以说它长得比较算旧一点啊，反而 HEV 那个就跟 Tiggo 7 Pro 啊 Tiggo 8 Pro 长得很像。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排档杆呢，你会看到1.5德布它多了一个手动模式，你可以往这里旁边推，上下来控制档位，反而 HEV 就没有了。1.5德布你会看到有电子手刹 ，HEV 是没有的 ，HEV 是要通过这个主机啊这边滑，然后来控制它的电子手刹。你看它有保留这些音量控制啊、驾驶模式啊，在这边按啊，冷气控制啊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它左右都可以调温度，因为它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嘛，它可以调温度，还有它的风速全部都在这边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，值得一赞。其他的 Chery 车款它全部都是用 Touch 的，它的门锁呢在右手边这边有的按，可是左边就没有。如果左边有的话，就真的是更加 perfect 了。当然，它这个价位的车啊，前面这里有软质塑胶，可是后面是硬质塑胶来的，跟 X50也是一样的。旁边呢，这里还有循迹系统的控制啊，陡坡缓降啊，灯的调节高度啊，还有 Auto Start Stop。这边有没有冷气啊？有诶。也是可以开的，所以这边也是有冷风的，100千左右可以买到。这边是软质的塑胶，还有一些真的缝线，这边可以摸到的地方都是一些皮革包覆啊。其实做工还不错啦，如果100千的左右的上下。这边还有一些12伏电码，可以放一些手机啊，置物空间在这边。驾驶座位的座椅呢是电动调节的，左边是手动的，不管是 Hybrid 都是手动的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，我身高173啊，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啊，基本上就是多余一个拳头3根手指。头部空间呢，一个拳头3根手指，很宽敞。如果椅背还可以做调整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可惜它只有一个 step， 所以我还希望它可以再躺下去多一点，在背部的方面还可以有一点支撑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手扶箱，后面有一个冷气出风口，还有一个 USB 插槽。最值得一赞就是这一个中间几乎都是平的。OK， 这是我是先试驾这个 Hybrid 的先啊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再试驾这个 Turbo 的试一下。首先呢，你起步的时候啊，你会很发现到这辆车的起步感觉根本就是个电车嘛，因为它现在在低速的时候根本就是在用着它的电动马达，它可能走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它才开始介入这个引擎，所以80 km/h 到100之间，它的动力是最饱和的，因为它是电动马达还有引擎正在工作嘛，一起嘛。哇，起步真的是没有变速箱，感觉就是顺，而且不会有什么有 clutch 啦、离合器要解放啦等等的。Yeah, your Grab is here. Yeah, taxi. Yeah. Alright, thank you so much. 那你们加那个哦。可是哦，当这个电哦可能少于30% 的时候，它就会介入那个引擎哦，来为它充电。这个跟我们之前试驾的 Harver H6啊，还是你驾的 City 啊 EHEV 是一样的道理的啦。OK。所以当然它可能开一个2分钟，这样它充满到80%，它就会停了。它很少会去到100%啊，所以它的电量都可能尽可能维持在30到80%啊。It has entered sport mode. 喂，哦，这边。你们一直讲你们想要 button 吗 ？Chery 有听你们讲的，就做一个几个 button 出来啊。所以它就是 Eco and Sport 啦哈。Yes，1.5T 有3个，这个只有2个。只有2个。我不没有什么感觉的，这个 Eco Mode 就是一个很轻松的车嘛。我再换一下啊，给我拍一下这个。不用等Turbo，不用等这个离合器、变速箱。
根本就是一个很顺驾的车嘛。如果买这辆车在城市里面穿梭，又省油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吗 ？OK，Sport 啊，那 Sport 的话，它的仪表就有点不一样了哈。是吗 Let's see 啊。OK， OK，see 3 2 1 go。哇，是有贴背感的。哇哦。OK。可以了。你有听到那个引擎声跟那个它咆哮的声音嘛？它其实引擎跟这个电动马达在一起共输出动力。当它需要最大动力的时候，它当然是引擎跟电动马达一起共输出了。所以你肯定会听到一些引擎声浪，感觉到整个车的那个底盘呢，它其实偏舒服的，而且很轻巧啊，开起来很轻松。要放 Eco， 我觉得 Eco 比较好驾。可是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还挺娇小玲珑，没想到它竟然还比 X50还有 WRV 更大辆哎。对，它的确长也比较长，宽也比较宽，高也是。哇，你看这个起步我真的太喜欢了，因为加冠了还有 DCT 的车哦，还是要等它慢慢拍了。这个直接一放开这个刹车，它就慢慢的滑出去，很顺，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字顺，而且它油门就是特别细腻的，就是你踩多少给多少那种感觉。看到吗？可以走968 km 嘛。一桶油走900多 km 嘛。哇，神哦！那个隔音也不错，就是没有引擎声浪，没有办法走到高速。未来有机会的话，我走一个高速才大概懂它的隔音到哪里去。过这些磕磕洞洞的时候，整个处理都蛮细腻的，我觉得很好玩的这样子。在城市里面真的好玩，基本上你就当它一个电车这样子驾就对了，但是你不用去照顾充电。而且它没有那种很冲的感觉，像没有电车在你 regen 的时候，你会 feel 到它会很冲嘛。这个不会，可能在里面可以再调，我不知道啦。可是现在它 regen 的比较少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 meter 懂。对，当你在收油或者是下山坡的时候，它就会冲回去那个 battery。在踩 brake 的时候还更多了，你看90、87。OK， 我放 sport 一下啊。Let's see the throttle。喂。它还是顺把你带出去哦，可能到20 km/h， 它就给你一个full power这样子。你看它的起步很顺，有没有？然后 electric car 的 power， 哇！现在我们跳到去汽油版，看到它的这个仪表的显示，还可以选择3种的这个模式，但是我可以随时把它转到去这个 Classic。所以 Classic 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双延式仪表还是可以出来。我还是喜欢看 RPM 仪表。档挂方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 Manual Mode， 我们可以用手动模式。这辆车有6速的DCT。现在呢，我是想要再测试一下它的起步方面哈，那个起步哈 ，OK， 那你看啊，我起步。对的，它还是会有那个需要等离合器去解放，然后再起步那种感觉。但是在这辆车，我反而觉得很顺了，它整个动作都做到 OK。当然，你比起 HEV 是真没有办法来比较，因为 HEV 的起步真的是很电车，有没有？整个过程就是很顺，你的油门很细腻，你给多少它就走多少。反正汽油版还是会有那种，就是一个油车那种感觉。而且 HEV 有推背感。现在我是用的 normal 哈。把你放过来。It has entered sport mode. Yes, sport mode. 这个有3个 mode 哦。这个不要是belakang mari啦。当然你说尾力强哦，肯定是1.5 turbo 啦，对吧？但是说省油还是要问过 HEV。HEV 我看啊，你如果轻脚的话，一桶油可以走1000公里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对，它还是很轻快，虽然它的这个马力哦，只有150匹左右啦，然后还有21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配搭这个6速的双离合变速箱。这是有史以来 Chery 哦卖的这样多辆车里面，还是头一次看到有6速的，通常都是 7 speed 嘛，是吗？不过它的调教，我觉得这辆车因为它的 CC 比较小的关系，所以它的起步哦很高 RPM 它才来换挡哎，可能2500或者3000才来换。这个就是好像我们通常驾那种小 CC 1000cc 啊，还是1300cc 的 NA 车都是会做的动作。所以你看啊，现在我轻轻踩油门罢了，Eco Mode 还是要3000转。
应该可能他觉得我在上坡，他的刹车我还是觉得 HEV 的会比较精准一点的，也比较次一点，因为加上 HEV 它一松开油门的时候，还有踩刹车，它都会有做那个 regeneration 嘛，就是电能回收啊，所以它的刹车还是比较细腻一点的。Sports mode。OK， 我去 manual 啊，试一下的降档。现在是几 ？OK，3、2、1 ，Go！ 哇，它引擎的声音很大声一下哦。喂，好像自动换挡。啊，自动换挡对。哦 ，OK， 我们试一下降档有没有补油啊？还是很保护机制一下啊。反而我觉得在这辆车上面它的调教是蛮温驯一下的，蛮顺的，最顺的一个啦。如果你讲硬要讲 Tigo 的系列里面，还是 Tigo A Pro 的那一组变速箱会比较极致，比较偏于 Sport 一点的方向。OK， 再试一下啊。这个360也是还不错啦，这个价位里面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说100千啊，如果是比 X50 的话 ，X50 真的是完胜，输它少少咯。这辆车 X50 很轻啊。经过短暂驾驶的话哦，它的底盘调教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城市用的，它很灵敏，然后很舒服啊。面对这个磕磕动动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那种烂路的时候，我没有听到这个室内啊会有太大的那些杂音那些声音啊，所以它底盘是还相当不错一下。虽然它是一个多旋臂扭力梁。OK， 城市价好价，可是如果当你问到我 Adrian， 你推荐 HEV 也是 Turbo， 我觉得我还是推荐 HEV， 因为真的 HEV 的驾驶体验真的是很棒，而且省油这个是第一重点。因为之前呢，可能我少驾车啦，所以我对于油耗没有太大的讲究。可是当我有把那辆车一直拿来每天驾去远途的时候啊，可能你看啊，从 PJ 去安邦来回，哇，我觉得真的油耗方面真的需要讲究了。尤其你是做 sales 啦，哇 ，HEV 真的是你最佳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你说改车哦，要 remap 啊，肯定是油车啦。但是如果你考量到油耗 ，bro HEV 好价 ，HEV 我觉得 HEV 很好价。经过我试驾这辆车之后呢，我觉得什么人适合买这辆车？第一就是女生，坐在里面的时候呢，因为这辆车车头也不太长，车身也不太大，所以呢停车是很方便的，有没有？加上这个540无死角的这个 camera parking 的时候肯定是很顺手的啊。第二个就是可能呢，就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他们不喜欢sedan的哦，他们喜欢这种 crossover 的车，这辆车是一个的确不错的选择。再加上一个非官方的这个消息，就是说以后我们的油价会起嘛 ，Let's say 啦，我们起到3块钱1个liter就好。那么这辆车55个liter，你打满应该大概50个liter，你填满的话呢，你可以行驶一个900到1000公里。不香吗？很适合做 sales 的人，很适合经常跑这个 KL 市中心的人。HEV 真的好开，它的感觉上呢，就好像在驾着电动车这样，然后你又不用去烦了怎么去充电什么的，只要添油就可以了。而且它整个油门非常细腻，感觉上它的底盘又好像比较firm一点的感觉哦。虽然我没有办法把它开到去高速公路去试，以后呢有媒体试驾车的时候呢，我再慢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给你们呢。给我的话还是推荐 HEV 啦，因为德波那个你说它很好开又没有讲很好开，你说它不好开又不是不好开哦，反而 HEV 会给你到惊喜。配备的话肯定是有所不同啦 ，HEV 它就给完你了。ADAS System 的话是 Level 2.5，那么 1.5T 的话呢，它 Level 是2.0罢了，它少很多。HEV 它给的安全辅助的话会比较多。我会立在这边给你们看有什么少了的，少了就是 Lumbar Support 咯 ，HEV 有咯。对 ，HEV 有。如果今天有兴趣想要 booking 的朋友们呢，不妨可以联络小蚊子，希望我们showroom可以见到你们了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个赞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，拜拜。